原来《陆贞传奇》已经是10年前的电视剧了。大当家的一句江湖再见，也让我们等了10年。盘点一下10年前的2013年内地影视剧的10部热门电视剧。第一部《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主演，于正出品，但编剧并不是他，而是《杜拉拉升职记》的编剧张威。该剧讲述了北齐朝官商世家的大小姐陆贞，从到躲避追杀入宫，从一个宫女到被孝昭帝高言赏识，步步高升，成为高级女官，并与武成帝高湛相恋的故事。于2013年5月5日，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首播，以平均1.9的收视率，取得了当年全国年度收视排名的第5名。赵丽颖也靠此剧收获了更多关注，成功跻身1线女演员行列。阿珍，这个天下，以后我们一起来治理。第二部《龙门镖局》，郭京飞、袁咏仪等人主演。在故事架构上来说，可以把它当成《武林外传》的续集。该剧主要讲述了几十年后，同福客栈的人各奔东西，佟湘玉的弟弟佟承畴所经营的龙门镖局再次集齐白展堂、郭芙蓉等人的后代，一群年轻人在镖局内演绎一幕幕经典的搞笑场面。于2013年7月30日，在安徽卫视、东方卫视、湖北卫视和天津卫视4大卫视联合首播，每一集都有大牌客串，有笑有泪，算是古装情景喜剧中的一部佳作。可惜编剧不争气，空等10年，再无续集。什么时候回来呀？正月初5，各位，咱们明年再见。第三部《咱们结婚吧》，黄海波、高圆圆主演。该剧讲述的是黄金圣女杨桃与恐婚男果然两人之间如何克服层层障碍，消除彼此心中困惑，战胜双方家长不满，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2013年11月6日，此剧在央视一套和湖南卫视同步首播，并以平均3.04的收视率豪夺当年的全国冠军。不得不说，黄海波那段时间是真的红，拍的几部电视剧都叫好又叫座。要是没出那档子事的话，现在绝对是内地男演员的果然，你愿意娶你对面这个女人吗？我愿意。爱她一生一世，我愿意。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我愿意。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愿意。直至死亡，我愿意。好样的！第4部《特种兵之火凤凰》，我是特种兵系列的第3部，幕后班底没什么变化，都是刘猛导演，徐佳成功晋升男主角。该剧讲述中国解放军东南军区为了组建火凤凰女子特战队，从各部队选拔女兵，并由雷电突击队训练她们，一步步蜕变为专业特种兵的故事。于2013年10月23日，在江苏卫视黄金时段独家首播。虽评价不如前2部，但女性化的设定也为此剧收获了不少女性。万一我要是……若万一，你一定会活着回来的。第5部《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该剧是《百万新娘》的下部，由王伟霆执导，李宗翰、张永琪等人主演，讲述了3个家庭中2代人纠葛的情感经历以及人生曲折的故事。于2013年3月17日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全国首播。狗血加老套的设定，近80集的长度，将豪门中的婆婆妈妈讲得详详细细。不可否认，当时中老年观众相当吃这一套，平均2.1的收视率，也让这部剧成了湖南卫视的年度收视冠军。好久不见。林蔚，对不起伯母，这个巴掌我实在是忍了太久了。第6部《笑傲江湖》，金庸武侠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门 IP。这版《笑傲江湖》是由于正改编，霍建华、陈乔恩等人主演，对原著改编较大。东方不败被改成夷陵的亲姐姐，货真价实的女儿身，还与令狐冲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拍的怎么样，就是见仁见智了。不过陈乔恩的东方不败却是此剧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而且有着金庸大 IP 的加持，《笑傲江湖》当年也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和讨论度。第7部《天龙八部》，钟汉良、金启范等人主演，于2013年12月22日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首播，2014年1月17日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跟播。同样是因为金庸热度而火起来的电视剧，从首播收视率1.2降到结尾时的0.4，足以看出观众对这版天龙并不满意。能火完全是因为它是《天龙八部》。相逢此后，在我脸面，立于天地之间。第8部《天天有喜》，拉风传媒出品，陈浩民、穆婷婷等人主演。该剧讲述了刘峰和白眉英2人婚后，再一次经历中学会包容，并共同解决婆媳矛盾、传宗接代、教育后代等问题的故事。简简单单的一部电视剧，老少都能看得懂的一部电视剧，90多集的长度也足以用来打发时间。不得不说，陈浩民那段时间已经成了这类电视剧的专业户了。人间两疏
第9部《打狗棍》，郭靖宇耗资1.4亿带来的抗战传奇力作，魏子、岳丽娜等人主演，讲述了热河代那2个家族半个世纪以来的恩怨情仇，以及以戴天理为首的民间组织甘子帮的抗战传奇故事。该剧于2013年8月16日在江苏城市频道全国首播，10月14日在4大卫视上新播出，10月28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开播，皆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郭靖宇逐渐成为了电视台收视率的第10部《大秦帝国之纵横》，宁静、傅大龙等人主演，讲述了商鞅变法后日趋强大的秦国惠文王时期，年轻的秦国国君果断任用张仪，再一次君臣携手，纵横捭阖，一次次突破外交困局和险局，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2013年9月5日起，在央视一套每晚8点黄金档播出。这种题材的电视剧收视率注定不会太高，但不可否认，2013年年度评分最高的电视剧就是它。樱花。琴剑出鞘，历来引人亲切，不是用来吓唬娃娃的，不要随便发出。